愛妃慘白的面容讓老劉頭內心有些發怵，但面對屍體身上價值連城的珠寶，老劉頭不管3七21，隨即不由分说将價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将珠宝全部取走后，他轻轻捧起爱妃的臉頰，过不久，一顆價值连城的夜明珠出現在愛妃的嘴裡。北京石景山挖出2000年前西汉古墓，墓室內不僅出土了豪華的陪葬品，還挖出了象徵皇權地位的黃長題湊。那麼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？但令專家震驚的是，专家打開墓主人的棺椁時，竟發現墓室中空空如也，而墓室內發現其他陪葬品都沒有象徵男性地位的器物，墓葬中卻發現了具有女性為代表的陪葬品。難道說墓主人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後？那作為女性，最讓專家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何死後1000年會被人從棺椁中拖拽出、拋棄，甚至死後還被人砍掉了雙腳？要知道，我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位皇後是沒有雙腳的，難道說是死後被人偷偷砍去了雙腳嗎？砍走雙腳的目的是什麼呢？難道皇家的墓葬也有人赶到？不過專家在对古墓挖掘的時候，確實發現了一些古人遺留下來的盜洞。那古墓到底是誰？那就要從一夥盜墓賊說起。1999年的一天，北京石景山地區，一夥盜墓賊不知怎麼從哪裡發現，一座土坡下竟是一座古墓。為了能夠挖開古墓，這夥盜墓賊整整在附近挖了大半個月，而且挖出來的泥土也堆成了小山。被附近的居民反映到派出所，這才被考古隊引起注意。經過民警蹲守，這夥盜墓賊全部落網。為了保護好文物，專家決定對古墓展開搶救性開挖。令專家沒有想到的是，這居然是一座超級豪華大墓。首先來說，單單墓口就有24.5米，墓道更是驚人的26米長。要知道，在古代這是什麼人才能擁有如此豪華的大墓？這也預示着墓主人身份顯赫，一定是當時的權貴。當古墓剛剛開啟，專家就發現了一件讓人驚訝的寶貝，一件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的漆案。對於普通人來說，這就是一件普通的板材，只不過是用黑漆塗抹過。但在專家鑑定後得出，這件寶貝可是由天然漆樹漆塗抹而成，板材也是罕見。曾經古人就用制作一個酒杯的外圈，就要花費100人的力量，而制作一塊屏風則需要1萬人。所以這件漆案在當時絕對是奢侈品，所以在當時给專家帶來了不小的鼓舞。大家都說漢代十墓九空，而這次剛剛進入墓道，就發現了罕見的漆案。那麼古墓還能出土什麼珍貴的陪葬品呢？正當專家既興奮又緊張的時候，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了過來，就在不遠處發現了一具失去雙腳的女屍骨架。愛妃慘白的面容讓老劉頭內心有些發怵，但面對屍體身上價值連城的珠寶，老劉頭不管3七21，隨即不由分說將價值連城的珠寶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將珠寶全部取走後，他輕輕捧起愛妃的臉頰。過不久，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出現在愛妃的嘴裡。北京石景山挖出2000年前西汉古墓，墓室內不僅出土了豪華的陪葬品，還挖出了象徵皇權地位的黄长題凑。那麼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？但令專家震驚的是，專家打開墓主人的棺椁時，竟發現墓室中空空如也，而墓室內發現其他陪葬品都沒有象徵男性地位的器物，墓葬中卻發現了具有女性為代表的陪葬品。難道說墓主人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後？那作為女性，最讓專家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何死後1000年會被人從棺椁中拖拽出、拋棄，甚至死後還被人砍掉了雙腳？要知道，我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位皇後是沒有雙腳的，難道說是死後被人偷偷砍掉了雙腳嗎？砍走雙腳的目的是什麼呢？要知道，这具尸骨擺放十分詭異，就像是生前遭受過酷刑，而且他躺着的姿勢還是面部朝下，腦殼上明顯有一塊被人砸開的痕跡。而這座西漢高貴古墓出現殘缺屍骨，顯然很蹊蹺。專家最初認為是盜墓賊分贓不均，將同夥給殺害在墓道中。正當大家懷疑的時候，專家那邊已經傳來消息，屍骨經過鑑定是一位女性，
而古墓中雖然沒有出土大量的黃金飾品，但女性日常用品還是完整保留下來了。這就完全可以得出，墓主人就是這位失去雙腳的皇妃。女屍骨骼檢測結果可以得出，女子在死亡時只有30來歲，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。但專家卻給出了2份不同版本的報告，一份是說明女子是漢族人，一份報告顯示女子是白種人。這讓專家對這座千年古墓中的神秘婦人產生了極大的爭議。愛妃慘白的面容讓老劉頭內心有些發怵，但面對屍體身上價值連城的珠寶，老劉頭不管3721，隨即不由分說將價值連城的珠寶套在自己脖子上。將珠寶全部取走後，他輕輕捧起愛妃的臉頰，過不久，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出現在愛妃的嘴裡。北京石景山挖出2000年前西漢古墓，墓室內不僅出土了豪華的陪葬品，還挖出了象徵皇權地位的皇裳題凑。那麼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？但令專家震驚的是，專家打開墓主人的棺椁時，竟發現墓室中空空如也，而墓室內發現其他陪葬品都沒有象徵男性地位的器物，墓葬中卻發現了具有女性為代表的陪葬品。難道說墓主人不是皇帝，而是皇後？那作為女性，最讓專家不能理解的是，為何死後1000年會被人從棺椁中拖拽出拋棄，甚至死後還被人砍掉了雙腳。要知道，我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位皇後是沒有雙腳的，難道說是死後被人偷偷砍去了雙腳嗎？砍走雙腳的目的是什麼呢？為了弄清楚墓主人身份，專家特意將婦人屍骨送到科學研究所，請當時研究人體 DNA 的專家进行分析，用科学的方式來辨別婦人的年代和種族問題。經過科學家的再三分析，得出該婦人復原後的3維圖。從面容來看，這完全符合我國古代中原地區女性特點：高高的鼻梁，寬寬的嘴唇。雖可以還原女屍面容，但經過2000多年風霜腐蝕和盜墓賊的動擾，完全找不到墓志銘。所以當考古結束後，也沒得到答案。但從古墓形式來看，這肯定是一座皇室家族墓。而北京在西漢晚期，只有當時的刘順或劉皇。劉順从小就不聽管教，長大後更是交代多淫，正值风華年少就病逝，享年39歲。所以專家都覺得這具2000年前的女屍體就是劉順的王後。